关注最新资讯，把握经济脉搏。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主要内容：近期一股卖的暗流正在上市公司这个群体中涌动。半个月前，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一份公告，里头表达的核心意思可以用2个字概括，就是卖房。今年以来，已有5家上市公司接连出手名下房产，卖房利润几乎赶上1年1整年的利润，或抵消这几年因疫情导致的亏损。此次广聚能源要出售的房子是其全资子公司在深圳市南山区的部分投资性房产，同盛阁13套，同达阁9套，总计22套房产。评估报告显示，这22套房产估值合计约为2.4亿元，平均评估单价约9.4万每平米。这房子不但不愁卖，还能让广聚能源大赚一笔。根据广聚能源的统计，这批房源的账面价值为1330.53万元，而评估总价为2.4亿元，较账面价值增值2.27亿元，增值率为1710%，17倍的增值回报。根据广聚能源的初步测算，如果这些房子全部卖出，扣除账面价值和各类税费后，预计实现净利润约5800万元。业绩数据显示，2021年广聚能源的净利润约为6770万，较去年下跌了47.94%，扣除非经常性损失后的净利润只有3130.18万元，较去年下跌了73.48%。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卖房赚的钱都快赶上过去1年的净利润了。今年的外部环境比去年更艰难，广聚能源选择在这个时候抛售房产，而且还是位于当今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片区之一的深圳市南山区前海，可能是未雨绸缪。广聚能源并不是孤立，相比于广聚能源，其他抛售房产的上市公司粉饰业绩的行为更加赤裸裸，这也是他们的惯用伎俩。根据时代财经的统计，今年以来，包括广聚能源在内，已经有5家上市公司计划出售名下房产。1月5日，北京科瑞发布公告，拟出售北京市海淀区上地4街1号3层的房产给北京微科能创科技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1100万元。1月24日，高鸿股份公告称，拟出售公司子公司持有的位于北京朝阳区、烟台等地共计3处房产，交易对损益影响金额为1304.29万元。3月15日，联建公告表示，拟对外出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5层至19层，合计36套自有办公楼，总建筑面积为17648.98平方米，出售价格为不低于6.4亿元。3月21日，赛生药业发布公告，将公司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顺3条21号1号楼11层1109室的房产进行出售，转让价格为650万元。赶着卖房的上市公司，广聚能源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们在打着什么算盘呢？拉长时间来看，上市公司扎堆抛售房产，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部分公司将其视为救命稻草。早在2019年4季度，A 股就至少有29家公司公告卖房。那段时间，马云还很活跃，他在公开场合直言，到了年底了，昨天一天，我收到很多朋友借钱的电话，一天内5个电话。过去1个礼拜，要卖楼的朋友大概有10个，确实不容易。商界老大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也说，为了不至于亏损，企业家们在卖房子，1套房、3套房、5套房卖了来救上市公司。更夸张的是，2017年楼市遭遇一轮最严调控后，上千家上市公司匆匆甩卖手里的房产。根据东方财富当时的统计数据，2017年上半年，在1494家披露了投资性房地产数据的上市公司中，1163家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环比1季报减少。换句话说，披露投资型房产情况的上市公司中有77.8%的公司在卖房。在这其中，近20家公司甚至对房地产的投资清零，把手里囤的房子全卖了。按照数据显示，A 股的上市房企是130家左右，但囤了房的上市企业却有1000多家。就拿开头提到的广聚能源来说，他家的主营业务是成品油批发零售、化学品贸易及电力投资。这些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上市公司，为什么如此热衷囤房？2018年11月，中迪出售了一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价值1350万元的房产，预计税前利润为743万元。这笔钱恰好抵消了这家企业当年前3季度亏损的632.59万元净利润。2019年12月，
有9拟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256号501室等共计8套房产公开挂牌出售，评估价值1.55亿元，扣除相关税费后的净利润约8000万元。在这之前，这家公司已经连续近3年亏损。2021年11月，正弘科技宣布拟出置位于长沙市、上海市的部分房产，预期收益达3000万元。在此之前，这家企业的养猪业务遭到重创，9个月亏损超2亿，抛售的这些房产能让他回一大口血。更夸张的是海马汽车，2019年4月，海马汽车濒临退市，紧要关头，这家企业卖了400多套房子，成功扭亏为盈，免于退市。这样的案例在 A 股层出不穷。为了保住上市公司的身份，在盈亏边缘的公司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凑出正利润，而卖房就成了他们最趁手的途径。上市公司出售房产，很大程度是为了增厚业绩，在年底交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卖房就这样成了上市公司们粉饰业绩的救命稻草。以正在抛售房产的广聚能源来看，尽管目前盈利仍然为正，但净利润下滑非常明显。过去这些年，对上市公司来说，房产已经成了一块海绵，赚钱的时候买房，既能少缴利税，又能平稳业绩，更为将来买下一份保险。亏钱的时候卖房，既能套现升值，又能弥补业绩亏空，避免退市。业界戏称，中国的上市公司手里都握有大量房地产，年底经营不好了卖2套，发不出来工资了卖2套，连年亏损了卖2套。透过如此多的上市公司囤房卖房情况，至少可以得出2个结论：第一，囤房不仅是赚取丰厚的方法，还是上市房企关键时候的救命稻草。可谓手中有房，心中不慌。试想一下，海马、有酒等这些企业，如果手中没有囤积房产，那持续亏损的业绩，他们早就与股市再见了。但他们手中的房子总有卖光的一天，如果不想法子让自己的主营业务止血回正，再见只是迟早的事情。以海马来说，2017年亏损9.94亿元，2018年亏损16.37亿元，2019年依靠卖房将利润扭亏为盈，录得净利润8519.6万元，但2020年又亏了13.35亿元。最新披露的2021年预报数据显示，2021年海马预计亏损1.2亿元。中国房地产报有过报道，1998年到2003年期间，持有投资性房地产的上市公司数量一直都是0，没有公司参与囤房。但就在2003年8月份，国务院18号文件明确将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后，上市公司开始把目光瞄向房地产。仅2006年，投资房地产的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加至588家。据数据统计，到2019年3季度末 ，A 股3743家上市公司中，有1826家上市公司持有投资性房地产，占比超过48%，合计持有市值达13340亿元。上市公司沉迷炒房，除了能避开限购和税费之外，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超值的回报。业内人士曾做过统计，过去10年，深圳房价总体上涨5倍左右，年化上涨约20%；上海和北京的房价总体上涨4倍左右，年化上涨约18%。而创业板里仅有140家左右公司的2009年以来年均利润复合增长率超过20%。在2018年，66.96%的上市公司因囤房获利，83.48%的上市公司实现了资产保值。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辛辛苦苦干1年，还赚不回北上广深一套房子的钱，而那些炒房的都赚得盆满钵满。2017年12月，主业做奶粉的贝因美卖了22套房产，赚了3560万。2018年仅10家上市公司的炒房利润就超过了100亿。刚才说的广聚能源，房子一买一卖之间，价格翻了17倍。所以我们才看到，号称中国最优秀的这批公司，有一半都跑去炒房。投资者把钱给他们，他们却转头买了楼。所谓的科技创新，所谓的智能制造，到头来还是败给了地皮和钢筋水泥。不难预计，接下来的3、4年会有越来越多上市企业抛售房产。首先，当前全球秩序正遭遇较大挑战，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与内部经济增长压力之下，上市企业的利润压力会随之增加。很多上市房企为粉饰业绩乃至守住上市公司地位，不得不卖房自救。其次，未来3、4年是很多企业抛售房产的窗口期。
一方面，中国房价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了过去式，未来大多数具有人口增量、经济活跃的中心城市房价会慢涨，而大多数人口流失的3、4线城市与部分弱2线城市房价还会继续调整。房价慢涨甚至调整，会让很多炒房群体入不敷出，包括个体与企业在内的炒房客会加速出货来止损。这种背景下，很多持有成百上千套投资性房产的上市房企必须抢在房地产税落地之前出货。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欢迎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期见。